嘿，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城市——成都。你去过成都吗？去过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我记得第一次去是为了看大熊猫，结果被那里的美食和慢生活节奏给迷住了。对对对，成都真的是一个让人一去就爱上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要向外国朋友介绍成都，可能得先从它的位置说起。成都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四川省的省会，地处成都平原，四面环山，地理位置非常独特。这个地理位置也造就了成都特别的气候和文化。成都有句老话叫“鼠犬吠日”，意思是说因为常年云雾缭绕，狗看到太阳都会吠叫，因为太少见了。哈哈，确实，成都的气候湿润多雨，冬天不是特别冷，夏天也不会特别热，但是湿度比较大。这种气候也让成都人养成了一种特别悠闲的生活态度。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慢生活。在成都，你会看到很多人一大早就坐在茶馆里，喝着茶，打着麻将，聊着天，一坐就是一整天。而且成都人特别会享受生活。我有一次去成都出差，晚上9点多了，街上的人还是很多，餐厅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火锅、串串、喝啤酒，一点都不着急回家。这就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啊。哈哈，说的太对了，成都人不太追求那种特别快节奏的生活，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成都常年被评为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的原因吧。对，而且成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超过2300年的建成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的，成都在三国时期是蜀汉的都城，诸葛亮、刘备这些历史人物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现在成都还有武侯祠，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而建的。而且成都在唐代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城市了，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杜甫也曾在成都住过，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对，说到杜甫，成都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杜甫草堂，这是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避难到成都时居住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作。除了这些历史文化景点，成都还有很多自然景观，比如青城山、都江堰。这些地方不仅风景优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都江堰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而且成都周边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风光，比如九寨沟、黄龙等，都是世界自然遗产。不过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可能还是成都的美食和大熊猫。哈哈，确实，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美食之都，川菜是中国8大菜系之一，以麻辣著称。成都的火锅、串串、钵钵鸡、担担面等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美食。对，而且成都人真的很会吃。我记得有一次在成都，我们一群人去吃火锅，点了一大桌子菜，结果服务员还问我们，就这些吗？哈哈哈，这就是成都人的热情好客啊！而且成都的街头小吃也特别多，像宽窄巷子、锦里这些地方，走几步就能看到不同的小吃摊，每一种都想尝一尝。对，成都的美食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不过说到成都，不能不提大熊猫。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熊猫繁育基地之一，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去参观。是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代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看它们吃竹子、爬树、打滚，真的是非常可爱。而且成都还有一个大熊猫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生活习性以及保护工作等内容。对于了解大熊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大熊猫确实是成都的一张名片。
不过成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方言，成都话特别有趣，听起来柔柔的，带着一种慢悠悠的感觉。哈哈，是的，成都话有很多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他们说安逸就是舒服惬意的意思，说巴适就是很好很棒的意思。对，还有耍这个词，在成都话里可以表示玩、逛、约会等多种意思，比如耍朋友就是谈恋爱，去耍就是去玩。成都人还喜欢在句尾加嘛，比如好嘛、走嘛，听起来特别亲切。这种方言也反映了成都人随和、不紧不慢的性格特点。说到成都人的性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特别包容、开放。成都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这里生活，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对，成都人不太计较，也不太拘束，他们更注重的是生活的舒适和快乐。这种性格也让成都成为了一个特别宜居的城市。而且成都的城市建设也很有特色。成都既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保留了很多历史街区，比如宽窄巷子、锦里、武侯祠等，这些地方都保留了成都的历史风貌。对，成都的城市规划做得很好，既有现代化的一面，又保留了传统的韵味。而且成都的绿化也做得很好，街道两旁种满了树，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成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公园特别多，而且都是免费开放的，像人民公园、文化公园、浣花溪公园等，都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对，在这些公园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在打太极、下棋，年轻人在跑步、散步，小孩在玩耍，真的是一幅和谐的城市生活画面。而且成都的夜生活也很丰富。晚上的春熙路、太古里这些商业区灯火通明，人流如织，酒吧、咖啡馆、茶馆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享受着夜晚的悠闲时光。是的，成都的夜市也特别有名，像玉林路的夜市，各种小吃、烧烤、啤酒，热闹非凡，这也是体验成都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发达，地铁线路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区域，公交车也很方便，这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确实，而且成都的出租车也比较好打，价格也不贵。不过我觉得在成都最好的出行方式可能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这样可以更好地感受城市的节奏和氛围。对，成都有很多共享单车，租一辆自行车在城市里骑行，沿途欣赏风景，停下来品尝美食，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方式。说到体验，我觉得去成都一定要体验的还有茶馆文化。成都的茶馆历史悠久，是市民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对，在成都的茶馆里，你可以点一壶茶，要一副茶具，然后就可以坐上一整天。茶馆里有人聊天，有人看报，有人打牌，氛围特别悠闲自在。而且成都的一些老茶馆还会有川剧、变脸、耍杂技等表演，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对，川剧是四川的传统戏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变脸，演员可以在瞬间变换面具，技艺非常精湛，这也是外国游客特别感兴趣的一项文化表演。除了这些传统文化，成都的现代文化也很发达。成都有很多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所，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和演出。对，成都的文创产业也很发达，像宽窄巷子、太古里这些地方，有很多设计师品牌店、手工艺品店，可以买到很多有创意的纪念品。而且成都还是一个音乐之城，有很多酒吧、live house 会有现场音乐表演，氛围特别好。是的，成都的音乐氛围确实很浓厚。说到这个，我想起了那首《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首歌真的很好的捕捉到了成都的感觉。
对，这首歌确实很能代表成都的氛围。成都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想要慢下来，好好感受生活的城市。说到慢生活，我觉得成都的咖啡馆文化也值得一提。成都有很多特色咖啡馆，有的在老房子里，有的在小巷深处，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故事。对，在成都的咖啡馆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工作、学习、聊天儿，或者就是静静的坐着发呆，这种悠闲的氛围真的很让人放松。而且成都的咖啡馆经常会举办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比如读书会、音乐会、艺术展等，这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对，成都的文化生活真的很丰富多彩。不过，我觉得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可能最难适应的是成都的辣。成都的食物普遍都比较辣，特别是火锅和串串，辣得让人直冒汗。哈哈，确实。不过成都的餐厅一般都会根据客人的需求调整辣度，所以不用太担心。而且成都的美食种类很多，不是所有的都很辣。比如甜水面、担担面、钵钵鸡等，都可以选择不辣或者微辣的版本。对，而且成都还有很多甜品，比如三大炮、甜水面、龙抄手等，这些都是不辣的，很适合不能吃辣的人。说到美食，我觉得成都的火锅真的是一种文化体验。在成都吃火锅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社交活动。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氛围特别好。对，而且成都的火锅种类也很多，有传统的红油锅底，也有清汤、菌汤等不同口味的锅底，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还有成都的串串香，也是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美食。串串香是把各种食材串在竹签上，然后放在锅里煮，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味道也很好。对，成都的小吃真的是太多了，光是想想就让人流口水。不过除了美食，我觉得成都的购物体验也很不错。是的，成都有很多大型商场和特色商业街区，像春熙路、太古里这些地方，汇集了各种国际品牌和本土设计师品牌，购物环境也很好。而且成都的物价相对于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来说要低一些，所以购物体验会更好一些。对，而且成都还有很多特色市场，比如荷花池市场是一个批发市场，可以买到各种服装、鞋帽、饰品等，价格也很实惠。还有三圣花乡是一个花卉市场，里面有各种鲜花、盆栽、园艺用品等，环境也很优美，是一个既可以购物又可以游玩的地方。对了，说到游玩，我觉得成都周边的旅游资源也特别丰富，比如青城山、都江堰这两个地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风景非常优美。是的，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山上有很多道观，环境清幽，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都江堰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还有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高达71米，气势恢宏，非常壮观。对，还有九寨沟、黄龙这些自然景观，虽然距离成都有点远，但是风景真的很美，值得一去。成都周边的这些景点，有的可以当天往返，有的需要住一晚，但都很方便，交通也很便利。对，成都的交通确实很便利。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航空枢纽，有很多国际航线，方便外国游客直接飞到成都。而且成都还有很多高铁线路连接了周边的很多城市和景点，出行非常方便。说到交通，我觉得成都的地铁也很发达，目前已经开通了多条线路，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区域。乘坐地铁游览城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而且成都的公交车也很方便，有很多线路可以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不过我觉得在成都最好的出行方式可能还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这样可以更好的感受城市的节奏氛围。
确实，成都的很多景点和美食街都集中在市中心区域，步行就可以到达，而且沿途还可以欣赏城市的风景，感受成都的生活气息。对了，我觉得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了解一些基本的中文可能会更有助于他们在成都的旅行，比如谢谢、你好、多少钱这些简单的词汇，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与当地人交流。对，虽然现在很多成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会一些基本的英语，但是如果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肯定会让旅行更加顺利和有趣。而且现在有很多翻译软件可以帮助外国游客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去接触不同的文化和人。是的，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旅行目的地。对，成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现代都市的便利和活力，还有美食、美景和热情的人们，真的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而且成都的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很适合放慢脚步，好好感受和享受生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成都生活和工作的原因吧。是的，成都确实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前来生活和工作。在成都，你可以看到很多外国面孔，他们在这里教英语、开餐厅、做设计，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对成都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成都的魅力所在。说到成都的魅力，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创新能力。成都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比如成都的创意产业园区汇集了很多创意企业和人才，推动了城市的创新发展。对，像成都的东郊记忆、U37创意仓库、蓝鼎艺术区等，都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里面有很多艺术工作室、设计公司、咖啡馆等，氛围特别好。这些创意空间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经常举办各种展览、讲座、工作坊等活动，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对，成都的文化生活真的很丰富多彩，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艺术，在成都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表达方式。而且成都的年轻人特别有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是的，成都的年轻人特别有想法，也很敢于尝试新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成都的创业氛围特别浓厚的原因吧。对，成都有很多创业孵化器和创业园区，为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平台和支持，而且成都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减轻了创业者的压力。确实，成都的房价相对于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来说要低一些，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成都的教育资源也很丰富，有很多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对，像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都是国内知名的高校，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学者。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推动了成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的，成都正在努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我相信未来的成都会更加美好。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都市的便利和活力，还有美食、美景和热情的人们，真的是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来中国旅游，一定不要错过成都这座城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体验现代都市的便利和活力，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川菜，看到可爱的大熊猫，真的是一次非常丰富和难忘的旅行体验。
对，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能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和喜欢成都这座城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是的，成都欢迎你，期待你的到来。